日本执迷不悟后，中国选择重拳出击。既然不听劝，那就打到服软为止。大家好，我是肖云华。最近一段时间，日本政府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仪式上越来越过分。不久前还曾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前往日本，给全世界解释这一机构出台的最终报告，以此来证明日本把福岛核污染水排海符合国际标准。但这份报告是怎么回事呢？大家都心知肚明。面对这种不合理的做法，我国也不想再忍下去了，终于选择了重拳出击。根据官方报道，近日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负责人对外表示，为了防范受到核污染水的日本食品进入中国，为了保障中国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即日起，中国海关将禁止进口日本福岛等10个县的食品。对其来自日本其他地区的食品，特别是水产品，将实施严格的100%检查，严防存在风险的日本产品输入中国境内。我们从海关总署的表态来看，接下来就不用讲了，但凡涉及日本水产品的食品都将遭受重大的打击。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我国以外，有消息称韩国最大的在野党，也就是共同民主党，也在考虑提案立法，计划全面禁止日本海产品进口。目前已经有超过105万韩国人参与了反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的签名活动。作为日本的周边邻国，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都有这么大反应，那么可想而知，日本政府决心把福岛核污染水排海的做法有多么的可恶。可以预料的是，接下来越来越多的周边国家都会站出来坚决反对日本政府的这一做法，甚至像中国这般直接禁止进口日本海产品。这样一来，对日本经济势必会造成重大的影响。毕竟海产品领域在日本经济占比不低，一旦被周边国家联合抵制，可不算是一件小的事情。那么按照我的想法，一旦日本政府沦落到这种局面，那也是他们活该自作自受。要知道，日本政府从2021年单方面宣布排海计划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就一致来反对，并且不断与日本政府沟通。然而2年都过去了，无论做多大的努力，都没有改变日本政府的决心，排海计划一直在进行中。但话又说回来，我国的做法还是有一定的保留的，毕竟海关总署只是禁止进口日本福岛周边10个县的食品，没有全面禁止日本的海产品。这种做法显然是给日本政府留了一些余地，只要他们在正式把核污染水排海之前宣布停止这个计划，那么撤销禁止令也不是没有可能。当然了，这个前提是建立在日本政府能够醒悟，不要继续执迷不悟，不然的话，中国只有奉陪到底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